第191章，动机不明。穿过树林，越过人工湖泊，麒麟格斯在风的眷顾下甩脱了后面的追赶者。他环顾四周，打算伪装出顺着水渠潜入塔索克河逃跑的假象，然后转身奔入贝克兰德的经济中心希尔斯顿区。就在这时，他眼前突然一花，看见黑暗里的各种颜色变得异常浓郁，青绿色的树木更加青绿，鲜红的果实更加鲜红，黝黑的水面更加黝黑，一切就像是被泼了油彩的画布。而在绯红之月被遮住的高空，有无数难以描述形体的透明影子，有蕴藏着神秘知识的不同颜色的明净光华。麒麟格斯发现自己停顿了下来，漂浮于半空，脚下是正在不断上涨的黝黑水面，水面之下则有一只皮肤苍白的手掌往外抓射。糟糕！麒麟格斯明白自己遭遇了别人的埋伏，而埋伏者的实力绝对不低。他的眼前豁然浮现出一具巨大的人形骸骨，这怪物足有4米高，眼窝里燃烧着漆黑的火焰，白骨虚幻而朦胧。麒麟格斯目光不含情绪地凝望着敌人，嘴角勾勒出了一丝冷笑。与此同时，他左掌的手套绽放出灿烂的光芒，变得仿佛由纯金打造而成。麒麟格斯身体后仰，双臂张开，状似在拥抱太阳。一道纯净的炽烈的光华忽地从而天降，将巨大的骸骨笼罩于内。整个油画般的世界随之发生了剧烈的震荡，幽暗水面下的苍白手掌一只接一只的蒸发。这是光之祭祀的非凡能力，这是太阳途径序列舞的非凡能力，这是死灵们的克星。灿烂的光柱散去，那个巨大的骸骨先是眼窝的漆黑火焰瞬间熄灭，接着变得透明，寸寸消散于空中。没等麒麟格斯再次使用光之祭祀的能力打破油画般的世界，他的表情一下凝固。他看见自己左手边又出现了一具巨大的骸骨，身高接近4米，眼窝燃烧着黑焰，与刚才的怪物一模一样。紧接着，麒麟格斯的四周接二连三的冒出了同样的骸骨怪物，一个、2个、3个，足足超过了100个。那上百双燃烧着漆黑火焰的眼睛同时将视线投向了目标，而在下方，黝黑的水面越来越高，快要触碰到麒麟格斯的脚底了。一只只苍白的虚幻的手掌又长了出来，不断往上挥舞，想要抓住救命的稻草。你们散开去追，尝试围堵风暴教会枢机主教艾斯·斯内克吩咐了一声，在突然刮动的飓风里腾空而起，飞往麒麟格斯逃奔的方向。尼根公爵等人没有加入待罚者们的行列，自持身份，立在窗边，立在阳台上观望。而这个时候，慌张乱跑的普通贵族们才慢慢平静下来，因为之前一片黑暗，叫声喊声此起彼伏，他们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公爵可能遭遇了刺客。阿尔杰·威尔逊咬着牙奔跑出了尼根公爵的府邸，绕着对面市政公园赶向希尔斯顿区，哪怕只有一点希望，他也不愿意错过。忽然，他听到有声音被风携带过来，不用追赶了，不用追赶了。斯内克枢机主教的声音。阿尔杰又跑了几步才停顿下来，疑惑的转身望向半空。他看见树林和人工湖泊的上空，穿着黑色绣风暴符号长袍的斯内克大主教悬浮在那里，凝望着斜下方。阿尔杰皱了下眉头，顾不得思考原因，高速奔向了枢机主教所在的位置。随着距离的拉近，他借助航海家的非凡能力，看得愈发清晰。那位神之歌者方正的脸庞没有丝毫的表情，但他的姿态却说明了他的凝重。从黑色软帽下钻出的花白头发随风轻荡，衬托着异常严肃的阴谋。阿尔杰收回视线，跑出了树林。他的眼睛内凸的浮现出闪烁着绯红月光的清冷湖面，浮现出一个靠近这边水岸的高大身影。这身影有着独具特色的宽下巴，棕发在脑后扎出了古代武士的发髻，墨绿色的眼眸冰冷却空洞。麒麟格斯，飓风中将麒麟格斯。阿尔杰先是一怔，旋即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怀疑黑暗让自身产生了幻觉。他还没来得及做出更多反应，豁然看见麒麟格斯的脸庞飞快腐烂，烂到流出黄绿色的脓液，烂到血肉一块接一块的掉落。啪啪啪，麒麟格斯的脸庞只剩下白骨，2颗空洞的眼珠脱离了凹陷，不分先后的砸在湖边地面上。咔嚓之声里，麒麟格斯完全散架了，衣物铺在上面，
遮挡住了腐烂的肉块和白森森的骨头，遮挡住了闪烁的光华。不到20秒，7位海盗将军之一的麒麟格斯就这样诡异的死在了阿尔杰的面前。这惊悚的场景深深印在了阿尔杰的脑海里，让他怀疑自己在做一场恐怖的噩梦。发生了什么事情？麒麟格斯不是成功逃脱了吗？怎么会这样奇怪，这样简单的死在这里？他究竟遭遇了什么，竟在短短时间内失去了生命？他可是序列6的封卷者，他可是蠕动的饥饿的主人，是谁做的？为什么要杀麒麟格斯？就在阿尔杰难以遏制的闪过无数想法时，他听到了神之歌者艾斯·斯内克磁性的嗓音：你是否还将情报告诉过其他人？这个情报本身是否还有其他人知道？阿尔杰一下恢复了冷静，望了眼麒麟格斯的尸骸，早有准备的解释道：我刚收到情报，就禀报给了大主教您。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在心里埋怨了一句：要不是艾斯·斯内克去了塔索克河边散步，让自己花费了不短的时间寻找他，麒麟格斯可能根本逃不出尼根公爵的府邸。当然，这样的怨念他可不敢在一位高序列强者面前说出口，只能恭敬而谦卑的继续描述道：直接拿到情报的人员甚至因此牺牲，而中转的那些人并没有拆开过信件。这一点我可以确认，但我无法肯定情报的源头是否还存在外泄。既然我们能知道，别人也可能。阿尔杰说着说着，也在心里猜测起是谁干掉的飓风中将麒麟格斯，委托麒麟格斯刺杀尼根公爵的人或者组织。但既然麒麟格斯已经成功跑掉，又没有泄露什么事情的可能，就不存在杀他的理由啊。如果是我，我会让麒麟格斯潜伏，在大家以为他已经逃出贝克兰德的情况下，再来一次刺杀。而且麒麟格斯一向只相信自己，他不会提前把刺杀计划告诉任何人。尼根公爵为了9月的几个议案，最近常举行聚会，不愁没有机会。除了麒麟格斯自己，谁也无法确定他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动手，除非那是位预言家，可能很低。别的势力不可能。正义小姐当场发现问题，用向愚者先生祈求的方式传递出情报。除了我们，不可能存在同时得到消息的组织。愚者先生，阿尔杰悚然一惊，想到了一个可能。出手的是愚者先生的卷者，他刚好在贝克兰德，于是刚好帮了下忙。阿尔杰越想越觉得这个猜测接近真实，只有塔罗会的成员和下属才能第一时间知道情报，只有愚者的眷属出手，才能让人觉得事情诡异，缺乏目的。他浮想联翩之际，斯内克大主教沉默了片刻，对陆续赶来的其他带法者说道：麒麟格斯死了，一位高序列强者杀掉了他，或者是动用了同位阶的封印物，但这相当危险，可能性不高。经过初步的观察，我认为是死神途径的高序列强者，也许是灵教团的成员，但不是我认识的那位，也可能是别的隐秘组织的成员，动机不明。灵教团发源于南大陆，据说最早是某些死神后裔试图复活死神而建立的隐秘组织，在南大陆被入侵被殖民后，他们险些覆灭，但最终顽强的存活了下来，并发展到北大陆诸国。高序列强者，对，只有高序列强者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干掉麒麟格斯。愚者先生手下的一个卷者就位居高序列了，这可是半神啊！阿尔杰再次望向那滩烂肉白骨，整个人的状态非常抽离，就像失去了所有情绪，正呆呆的、怔怔的看着一切。如果有一天我背叛了愚者先生，他忽然冒出了这么一个想法，随即他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刚才麒麟格斯飞快腐烂的惊悚模样。阿尔杰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低下了脑袋。与此同时，他也放松了下来。既然无法脱离，又难以反抗，那就只能选择忠诚。呼，麒麟格斯一死，再没有人拿那个秘密威胁我了。他吐了口气，彻底安定了下来。尼根公爵的府邸内，正陪着母亲和贵族夫人们讨论刚才那起刺杀的奥黛丽·霍尔。看见留着2撇漂亮小胡子的父亲出现于门口，他找了个理由离开休息室，来到外面大厅的阳台上。爸爸，有什么事情吗？奥黛丽用绿宝石般的眼眸望向霍尔伯爵，他的瞳色遗传自他的母亲，而不是他的父亲。霍尔伯爵轻笑道：事情解决了，我的孩子，你不需要再担心了。你是否有把格拉米尔男爵是假扮的事情告诉其他人？没有。奥黛丽坚决摇头。
我只是告诉了一位近似神灵的存在。他在心里默默补充道。他想了想，又具体描述了2句。告诉你之后，我先去了盥洗室，然后就到妈妈那里去了。你可以问他。霍尔伯爵微微点头，没再多说，转而提到麒麟格斯死了，被人杀死了。谁？奥黛丽又惊讶又兴奋。不知道，我们甚至猜不出凶手为什么要杀掉麒麟格斯，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霍尔伯爵停顿了下道，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组织，隐秘的、强大的组织，猜不出目的。隐秘的、强大的组织，难道是愚者先生的眷者？难道是我们塔罗会？奥黛丽忽地有所明悟。第192章，重视。奥黛丽眼珠轻转，思绪发散，一下分析出了很多事情。倒吊人先生描述过，麒麟格斯是一头独狼，不相信任何人，他的行动计划只有自身才知道，除了我提前发现，应该没谁清楚他会在今晚刺杀。我只将格拉米尔男爵疑似飓风中将麒麟格斯假扮的事情告诉过爸爸和愚者先生。虽然尼根公爵的府邸内就有电报线，能及时将情报传递出去，找来帮手，但这没必要隐瞒。爸爸的困惑说明击杀麒麟格斯的强者不在他们预料之中。综上所述，杀掉麒麟格斯的人几乎可以确定为愚者先生的眷属，而且只有我们塔罗会的特殊模式才能制造出动机不明的诡异情况。麒麟格斯是序列6的封卷者，还拥有神奇物品蠕动的饥饿，能不留痕迹的快速击杀他，只有被称为半神半人的高序列强者吧，或者使用了传闻里隐患极大、危险性很高的封印物。不管是哪种可能，都足以说明愚者先生的眷属异常强大。不愧是愚者先生。不管怎么样，我都算提供了线索。倒吊人先生之后得履行承诺，给我七彩细龙的脑垂体。这应该算是我们塔罗会的第一次正式行动吧。7位海盗将军之一的麒麟格斯因此而死亡。见女儿沉思中带着些许兴奋，年轻时也是位英俊男士的霍尔伯爵轻咳了一声，较为严肃地告诫道：奥黛丽，我知道你对神秘领域的东西很感兴趣，平时也纵容着你，但这件事情你绝对不能牵扯入内，就连打听都不行。你年底就会被王后领着，被正式介绍入社交场合。作为成年人，你应当清楚并记住，一位恐怖的非凡者或者一个隐秘的、强大的组织，往往等同于危险，明白吗？我知道了，爸爸。奥黛丽娇声回答道。我刚才只是有点好奇，好奇也不行。霍尔伯爵强调完这句，忍不住露出无奈的笑容。奥黛丽忙乖巧点头。反正我比你更加清楚整件事情。他在心里扮了个鬼脸。霍尔伯爵想了想，温和笑道：不管怎么样，你是今晚的功臣，是尼根公爵的救星。麒麟格斯的死亡至少有一半得归功于你，赏金同样如此。当然，如果没有谁承认自己击杀了麒麟格斯，宣称对这件事情负责，并主动来领取赏金，那剩下的一半也会属于你，加起来一共有1万金镑。英蒂斯共和国、福萨克帝国等国家和组织设立的赏金也可以派人去领取，换算过来应该有2万金镑。你跟公爵刚才许诺过，要将他位于迪西海湾的度假庄园赠送给你，这包含了一大片橡胶树林。每年的收益我没具体了解过，但肯定不会低。他当初花了8000金镑才买下，后续还修建了房屋，购买了2种已经有30万镑财产的奥黛丽足以称得上富有。但接近甚至超过了4万金镑的奖赏对他来说，依旧是一笔巨额的收入，许多贵族小姐的陪嫁都达不到这个数目。8月份一起贵族与商人的联姻里，玛丽·奥尔德伯里小姐这位百万富翁的女儿也就陪嫁了8万金镑。我根本没考虑过赏金。奥黛丽发自内心的低语道。忽然她想到了一件事情，如果自己去领取赏金，让名声传扬出去，那倒吊人就能轻松确定正义是谁。这可不行，作为塔罗会的成员，我得保持神秘。奥黛丽望向父亲，组织了下语言道：爸爸，我有些害怕。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霍尔伯爵忙关切问道。如果宣扬出去是我发现了麒麟格斯在假扮格拉米尔男爵，我害怕他的手下会报复我，我害怕幕后指使他刺杀尼根公爵的人会盯上我。奥黛丽努力使自己显得可怜弱小以及无助。我会请人保护你的。霍尔伯爵先回应了一句，接着轻轻颔首道：但确实没有必要让你承担这个风险，而且杀掉麒麟格斯的人拿走了蠕动的饥饿。当然，对高序列的强者来说，
这并不是具备足够说服力的动机。我会转告尼根公爵，让他隐瞒这件事情，并由他另外找人去领取赏金，之后再私下补偿你。说到这里，霍尔伯爵笑容满面道：不愧是我的女儿，简简单单就挣到了4万金镑，这超过你现在财富的1/10了。那30万镑是他预先分割出去的，给女儿的财产，等到她出嫁还会再补一部分。有爸爸你以前厉害吗？奥黛丽欣喜地反问道。霍尔伯爵摇头失笑：比我厉害多了，我第一次从商业上获得的收益只有60磅。奥黛丽顿时变得异常高兴，4万磅的赏金，父亲的夸奖，导致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死亡和完成了一件了不得事情的成就感，身为塔罗会成员的自豪，将在事后从倒吊人那里得到的七彩犀龙脑垂体，让他收获了不只是双倍的快乐，有3倍，甚至4倍、5倍。真想立刻向愚者先生汇报，得到他的确认啊！不行，动机不明的神秘强者击杀了麒麟格斯，现在肯定有人在暗中观察我，寻找线索，我不能表现出丝毫的异常。呸！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异常，只要不试图诵念愚者先生的尊名。如果确实是愚者先生的眷属做的，他肯定已经知道了结果，不需要我再汇报。我需不需要和那位眷者分享悬赏呢？不，2万磅的金钱不管用什么方式支付，都必然会引来关注，我不能冒这个风险。而且一直都是倒吊人在请愚者先生帮忙，理应由他支付报酬。他可是宣称有许多罗塞尔日记的，我尽量再搜集一些日记，感谢愚者先生回应我的祈求，他肯定看不上庸俗的金钱。奥黛丽很快确定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尼根公爵的府邸内，私密的小书房中，肥胖高大的公爵坐在桌子后面的高背椅上，抽着雪茄，看着对面的神之歌者艾尔、斯内克和王国首相阿古西德、尼根等人。从陆续反馈的情报看，目前无法确认是哪位高序列强者做的这件事情。阿古西德刚从国王那里赶回来。斯内克大主教跟着点头，我们也用超凡手段确认过了，不是熟知的那些高序列强者，不是灵教团的那几位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是因为我们并不清楚的神秘强者，当然不排除他使用了危险封印物的可能。尼根公爵拿着雪茄道，也许不仅仅是一个高序列强者，他的背后很可能还藏着一个隐秘的组织，我们不够了解的隐秘组织，否则没办法那样精准的伏击麒麟格斯。也许今晚舞会的某位参与者就是他们的成员。他的弟弟阿古西德首相凝重道，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我们都必须小心，必须尽快弄清楚那位高序列强者的身份，弄清楚他来贝克兰德的目的是什么，弄清楚他是否只是单纯的追杀麒麟格斯，以及为什么要杀掉麒麟格斯一位不在掌握中的高序列强者游荡于贝克兰德，是足以引起王国政府和3大教会重视的事情。虽然序列4、序列3的强者未必挡得住巨舰大炮的轰击，但他们完全没必要做正面的抗衡，他们有太多的诡异能力，所以这是比铁甲舰更加危险的存在，仅仅从半神半人这样的称号就能看出来。神之歌者艾斯斯内克当即起身道，我立刻安排下去，并联络黑夜教会和蒸汽教会，国王陛下也会让军方和情报机构配合的。阿古西德首相承诺道。贝克兰德北区一家旅馆内，肤色古铜，耳旁有痣的阿兹克坐在煤气灯下，凝望着面前摆放的一只手套。这手套非常轻薄，仿佛由人皮制成，似乎只要填满血肉，它就能变回一只手。阿兹克看了好一阵子，忽地露出痛苦而扭曲的表情，低声自语道，我好像和他们合作过。克莱恩整晚都睡得不太好，因为他一直没有收到正义和倒吊人的汇报，没有收到阿兹克先生的回信，始终记挂着飓风中将麒麟格斯那件事情的结果，应该是弄出了不小的动静，让正义小姐和倒吊人先生不敢贸然再联系我。可是阿兹克先生怎么没有回信？他没有参与，或者说出了事，被麒麟格斯击伤了。克莱恩伸手掩嘴，打了个哈欠，登上了前往佐特兰街的无轨公共马车。号外！飓风中将麒麟格斯被击毙于贝克兰德。号外！飓风中将麒麟格斯被击毙于贝克兰德。马车正要行驶，克莱恩突然听到了报童的声音，这也是来源于罗塞尔大帝的发明。愣了一下，克莱恩赶紧掏出1便士的硬币，递出窗外，买了份廷根晨报。不少乘客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展开报纸，克莱恩立刻看到了头条新闻：
大海盗麒麟格斯被公爵保镖击毙于贝克兰德。麒麟格斯死了，阿兹克先生做的。克莱恩陷入了沉思，并自我吐槽了一句。作为这件事情的幕后 boss， 我竟然是看报纸才知道结果。第193章告一段落。有关麒麟格斯的新闻并不长，也就是交代清楚了时间、地点、人物和结果，正所谓内容越短是越大。首都贝克兰德昨晚8、9点发生的事情，廷根市今早就有报纸披露。这个世界的信息交流速度并不算太慢嘛，这都是罗塞尔大帝的卓越贡献。肯定是参加舞会的贵族和议员将消息泄露给了某些姣好的记者，而其中部分记者又用拍电报的方式将这则轰动性的新闻发回了各自位于其他郡其他市的报社总部。晨报一般都是晚上排版，半夜印刷，早上发行，正好能紧急做出调整，及时刊登。光凭这则新闻，今天的廷根晨报至少能多卖上1000份，这还是只计算本市时区的情况下。克莱恩思绪发散的想着，心中也安定了下来。既然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死亡，那就说明阿兹克先生就算受伤，也不至于太严重。如果较为严重，他肯定会被赶去的带法者或者尼根公爵的非凡者保镖抓住。而遇到这种紧急的状况，正义小姐和倒吊人先生必然会找尽一切机会向我汇报，后者没有发生就足以证明事情在可控的范畴内，或者正义小姐和倒吊人先生未曾向我祈求，我就再次吹响铜哨，召唤信使，寄信询问。放松下来，克莱恩的注意力从报纸上移开，环视了公共马车车厢一圈。有钱乘坐这种交通工具的人大部分都认识单词，刚才受号外影响，不少人购买了廷根晨报，如今认识的几位正在低声讨论。很久很久前，海盗之王和将军们就在危害航路，除了面对各个国家的舰队会退缩，根本不把武装商船放在眼里。虽然麒麟格斯被列为7位海盗将军之一不超过10年，但却是第一个被政府击毙的大海盗。坦白的讲，我很好奇，他到贝克兰德做什么？当海盗离开了海洋，死亡就是可以预见的事情，希望后续会有更加详细的报道。风暴在上，我现在就想知道是尼根公爵的哪位保镖击毙的麒麟格斯，他的赏金足足有1万镑。1万镑，如果有1万镑，我就立刻辞职，买上2、3个中小型种植园，投资些殖民公司、铁路公司的股票，每年固定享受收益。这只是王国的悬赏，英蒂斯、福萨克、费内波特以及一些商业组织都对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有悬赏。我迫切的希望有一份报纸能将这些悬赏金额全部列出来。1万镑。克莱恩听得恍惚了一下，以他目前已经算得上丰厚的薪水，也必须不吃不喝接近20年才能攒到这么多钱。早知道，算了，我也没办法，不可能去领取悬赏。他有些失落的叠好报纸，望向马车车窗外。到了这时，他终于确认飓风中将麒麟格斯的事情告一段落，这只剩下一些收尾工作，比如倒吊人将支付的那批罗塞尔日记。贝克兰德乔伍德区，戴着纱帽的福尔斯沃尔和修迪尔查行走于街边，前往最近的巴法特银行分行。钱总是不知不觉就没有了。福尔斯感叹了一句。修深有同感地点头，是啊，幸运的是暴风山庄这本书比较受欢迎，陆续还有稿酬进入我的账户，否则我只能找家诊所或者医院重新做医生了。福尔斯满足又担忧的叹了一口气。修沉默几秒，小心翼翼问道，这次调查麒麟格斯会不会影响你的作者身份？毕竟我们可能会被带法者、职业者他们盯上。不，被盯上的只会是你。福尔斯轻笑一声道，找人去警察局报警的是你，寄信的是你，在黑帮圈子和东区某些街道小有名气的也是你，而我福尔斯沃尔始终是最近颇受欢迎的畅销书作者。休呆了一下道，所以你这段时间是在陪我？福尔斯撩了下头发，低笑道，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趣的体验吗？这次的经历给了我不少创作的灵感，我下一部小说就写一场突然而来的凶手案导致的种种故事。休顿时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应对，只能闷头往前走，一不小心就忘了拐弯，被福尔斯给拉了回去。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报童的呼喊声，号外，号外，飓风中将麒麟格斯被击毙于贝克兰德。啊，什么？休和福尔斯一脸茫然的对视，等到报童由远及近重复了几遍，他们才豁然醒悟过来。什么？麒麟格斯死了？
福尔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竟然死了！他怎么会突然死掉？正躲避着那位凶残海盗可能存在的反向追杀的修又震惊又发懵。这不是应该走一个正常的流程吗？先是找到线索，确定麒麟格斯的目的，接着聚集强者，借此埋伏他，最后才是海盗被杀死。结果第一步都还没有完成，麒麟格斯就死了，那样简简单单就死了。福尔斯和修，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仿佛两尊大理石雕像。过了几十秒，修猛地冲向报童，买了一份今早的塔索克报，这是鲁恩王国发行量最大的3种报纸之一。麒麟格斯确实死了，被尼根公爵的保镖击毙了。雨神啊，尼根公爵的保镖是……修自动消音，没将后面的强大非凡者说出来。福尔斯怜悯的看了好友一眼，你竟然完全相信报纸上的描述？好吧，也许是别人提前发现了麒麟格斯的目的，代法者、职业者、机械之星、军方特别部门的高层联合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埋伏。修忽的怔住，吐了口气道：我们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了，但得尽量避开之前那个警局的范围。他看了福尔斯一眼，有些忐忑，有些忧虑的问道：你认为奥黛丽小姐会支付我们多少报酬？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对她来说几百磅并不算多，但我们也没有真正完成委托。不，至少我们让麒麟格斯主动出现了，他之所以急于行动，落入埋伏，肯定也有我们的贡献。福尔斯宽慰道，以奥黛丽小姐的慷慨，就算不支付所有的报酬，也至少会给一半，希望是这样。修深吸了口气，满是憧憬的低语，不知道会是谁领取那1万磅的赏金，真是让人嫉妒啊！如果我有这笔钱，我早就到序列7、序列6了，结果机会一次次错过。福尔斯也一阵感慨，末了提醒道：修，我们短时间内不要去找奥黛丽小姐，等她主动联络我们。麒麟格斯的死亡藏着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细节，贸然找奥黛丽小姐很可能会让我们陷入危险之中。修先是点头，接着愕然道：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就想去皇后区？你猜？福尔斯好笑回答。忙碌了一上午，克莱恩回到黑金级安保公司，向邓恩·史密斯汇报道：队长，我负责调查的与莱尔乌斯相关的那部分人都没有问题，都只是单纯的受害者，没有牵扯入涉及超凡的事件。邓恩双肘同时支在办公桌上道：那你就暂时停止，等其他人负责的部分结束，再重点追查有嫌疑的几位。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人手都投在这件事情上，必须预防另外的突发事件。好的。克莱恩正要站起去享用自己的那份午餐，忽然听到了敲门的声音。请进。邓恩嗓音醇厚的开口道。把手拧动，房门打开，罗珊探头探脑道：队长，有人来委托任务。委托任务这种说法针对黑金级安保公司，而不是职业者小队，所以又是谁误打误撞找上了我们？克莱恩有所恍然的无声自语。邓恩想了下道：可以去听一听，太麻烦就拒绝掉。他整理了下衬衣、马甲和表链，走出办公室，通过隔断靠拢接待大厅的沙发区域。克莱恩和罗珊则好奇的跟在后面。沙发位置坐着2位女士，都戴着黑色软帽，穿黑色长裙，没有多余的颜色。其中一位身材丰润，皮肤白皙，脸部有帽子上垂落的细格黑纱遮掩，容貌隐隐绰绰。看到他，克莱恩忽然有些熟悉，觉得在哪里见过。他正回想之际，听见另一位较为瘦弱的女士道：我们想要委托的任务是跟踪和监视雪伦夫人，找到她犯罪的证据。雪伦夫人。克莱恩突的恍然，记起了刚才的熟悉感从哪里来。没说话的那位女士是梅纳德议员的夫人，新党大佬的女儿。她对自己丈夫的死难以接受，不愿意承认警察部门的结论，因此私下找安保公司重新调查。嘿，竟然直接找到了我们。克莱恩摇头暗笑。第194章潜入。雪伦夫人。邓恩明显认识那位霍伊男爵的遗孀，廷根是最有名的交际花。梅纳德议员的夫人侧头望了陪伴他前来黑金级安保公司的瘦弱女士一眼，自己并没有开口。同样黑裙黑帽的瘦弱女士斟酌了下道：是的，雪伦夫人，霍伊家族去世的那位老男爵的夫人。她结巴了几秒，瘦弱女士突然愤怒脱口：他是个婊子。听到这句粗口，克莱恩忽地就回想起了自己看到的那段小物片和当时雪伦夫人看似怯懦实则冷静的表现，这让他对相关的传闻确信了几分。
在心里默默同情起过世的老男爵。不是说雪伦夫人不能再嫁，但这种乱搞的做法，老男爵的坟前怕是有片青青草地。邓恩没有表情的变化，坐到对面沙发，嗓音醇和的说道：但这和他是不是罪犯没有任何关系，你们清楚，我也清楚。雪伦夫人在廷根市很有影响力，贸然跟踪他，监控他，很容易就造成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非常恶劣的后果，他就是罪犯。瘦肉女士愤恨说道：他造成了我哥哥的死亡，但他的那些情夫给了警察部门很大压力，让他们不得不做出我哥哥因为饮酒过量又连续纵欲才突然猝死的结论。他们都是罪犯。那些……克莱恩又同情了老男爵一秒，并弄清楚了瘦肉女士的身份。她是梅纳德议员的妹妹，也是这种涉及丑闻的事情，肯定不会带侍女上来，还是自家人放心。他有所恍然地点头。梅纳德夫人拍了下瘦弱女士的手背，嗓音低沉而冰冷的补充道：他就是罪犯。如果你们因此而受到损害，我会帮你们解决，并弥补你们的损失。这语气，不愧是新党大佬的女儿，要不是警察部门对我通灵的结果很有信心，恐怕都要屈服于他的压力了。克莱恩腹诽了一句。邓恩默然十几秒道：好吧，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似乎非常笃定我们能查出点什么。瘦弱女士点头道：是烟草商人维克罗尔介绍我们来的，他称赞你们是这个行业最顶尖的精英，能完成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烟草商人维克罗尔，这是哪位啊？克莱恩下意识望向队长，结果发现邓恩、史密斯也是满眼的疑惑。我真傻，我为什么会奢望队长记得这种事情？毕竟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暗自叹了口气。见两位精英佣兵一脸不解，瘦弱女士又补了一句：你们拯救了他被绑架的儿子，原来是他。那起绑架案让我发现了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线索。克莱恩一下恍然，邓恩也跟着微微点头道：我明白了。见状，瘦弱女士开出了条件：你们跟踪和监控那个婊子2周，即使没能找到他犯罪的证据，也要记录下来谁到他的家里做客，他去了谁的家里做客，我们会为此支付50金镑，而如果你们能找到他犯罪的证据或者说线索，我们额外再支付200镑，这可是巨额委托金了。克莱恩突的想到自己只用了7镑就让亨利侦探搜集到那么多的红烟囱房屋资料，一时竟有些羞愧。邓恩想了下道：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就可以签订合同，你们需要预付20镑的费用。队长，最近人手很紧张啊，有莱尔乌斯那个大案子。克莱恩没想到邓恩、史密斯会答应这个任务，虽然他自己颇有些心动。梅纳德夫人轻轻颔首道：没有问题，我相信你们，也请你们不要让我失望。邓恩笑笑没有说话，转头对罗珊道：你去拟一份合同，等到合同签完，定金收下，目送梅纳德夫人和瘦弱女士离开了黑金级安保公司。邓恩侧头看向克莱恩道：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啊。克莱恩一脸的茫然。邓恩笑了笑道：你不是要学习跟踪和监控的技巧吗？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正巧莱尔乌斯案里你负责的部分结束了，好吧。克莱恩没有推辞，刚答应下来，他的思绪就开始飞快转动。按照规定，任务酬金的一半得上交给奥利安娜太太，上交给小队金库，剩下的由参与队员平分。而这次的委托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接手，不管调查是否成功，保底就有25镑的收入，而且本身的薪税照领，如果真能找到些线索，更是可以获得整整125镑。队长真明智。邓恩瞥了他一眼道：你上午找伦纳德·弗莱学习跟踪和监控的技巧，下午的格斗课程暂停，这1周都暂停。我想你应该掌握的差不多了，我会派人通知高文的找伦纳德·弗莱学习跟踪和监控的技巧。怎么感觉有点不靠谱啊？克莱恩愣了一下，在他心里，伦纳德会采用的唯一办法是弹费内波特琴，吟唱优美的诗歌，勾引雪伦夫人上床，近距离跟踪和监控。而弗莱的气质非常特殊，冰冷、阴沉，这让他不管在哪里都会受到别人注视。这种形象的人怎么跟踪和监控？思绪辗转间，克莱恩认真回答道：好的。邓恩轻轻颔首，往隔断走去。忽然他停住脚步，转过身体，犹豫了下道：你记得那个烟草商人绑架案是怎么一回事？原来队长你刚才什么都没记起，什么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能装得那么沉稳，那么自信？克莱恩伸手捂了下脸孔。根据伦纳德的教导，
克莱恩没急着去跟踪雪伦夫人，哪怕他很清楚对方住在东区的奥尔斯纳街。在没有摸清楚目标的行动规律前，贸然跟踪非常容易出问题，而单独一个人的监控又难以观察到所有事情，除非你不吃不喝不睡觉不回家，这是伦纳德的原话。于是克莱恩按照他的指点，前往猎犬酒馆，找到某个黑帮头目，花费5磅请他派手下轮流监控雪伦夫人，记录他的日常行动。还好，这是可以报销的，怎么感觉像是在层层转包？周五下午，克莱恩拿到了那个黑帮头目提供的调查报告。这说是调查报告，明显是在侮辱那些专业的私家侦探。那个黑帮头目的手下就没有一个认识单词的，全靠图画和符号来代替。然后由他们只读了1年周日学校的半文盲老大整理与解释，看得克莱恩脑袋一阵阵抽痛，好半天才阅读完毕。根据监控，雪伦夫人最近很少外出，也很少有客人到访，应该是受到梅纳德议员死亡案的影响。那些黑帮成员挺有能力的嘛，竟然和雪伦夫人的女仆搭上了线。他今晚要去参加本市保守党的宴会，或许很迟回家，或许不回去。这是一个实践的机会，克莱恩很快做出决定，打算今晚就潜入雪伦夫人的家，悄然搜查一遍。随着莱尔乌斯案他所负责部分的结束，格斗课程的暂停，以及飓风中将麒麟格斯事件的告一段落，克莱恩最近只剩下2件事情要忙，一是排查红烟囱房屋，二就是跟踪和监控雪伦夫人，所以相对空闲。前2天他已经收到了阿兹克先生的回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我拿到了蠕动的饥饿。我回忆起了一些事情，这让克莱恩终于确定麒麟格斯是阿兹克先生干掉的，终于确定这位拥有漫长生命的失忆教员是一位高序列强者。但他没敢问对方借助蠕动的饥饿回忆起了什么，因为阿兹克明显不想说，如果他愿意分享，在信上就会直接描述。回信里，克莱恩除了问候，就只是提醒阿兹克先生，蠕动的饥饿会渴求活人的血肉和灵魂，必须找到稳妥的封印办法。另外，正义和倒吊人依旧还没有向他祈求，但克莱恩不再担忧，明白2位成员是估计可能存在的监控，不管贸然诵念尊号。夜晚的奥尔斯纳街，煤气路灯照耀着平坦的道路，绯红之月高高悬挂。偷偷出门的克莱恩借助小丑的平衡与敏捷，悄无声息地翻过了雪伦夫人家的围墙，穿过花园，来到房屋侧面，他攀爬自来水管道，蹭进入了2楼的阳台。这对小时候爬树从未成功的克莱恩来说，算是另类的创造历史了。从黑色风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塔罗牌，克莱恩将它插入了阳台门缝，轻轻一拨就打开了插销。仆人们很大意嘛，竟然没加额外的锁，要不然我只能尝试翻窗了。克莱恩无声低语一句，闪入了屋内。根据黑帮头目提供的情报，他轻松找到了雪伦夫人的卧室，拧动把手，轻巧潜入，小心翼翼合拢房门。他忽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让人想到女性让人血脉奔张的幽香。克莱恩一下有些恍惚，甚至感觉身体出现了点反应。他旋即用冥想的方式平静下来，暗自吐槽了一句：这是在拿媚药当熏香吧。第195章开锁专家克莱恩。缓了几秒，克莱恩开启灵视，环顾房间，只见绯红的月光下，雪伦夫人的卧室布置的奢侈而华丽，厚厚的地毯，宽敞的空间，天鹅绒制成的被套，凌乱摆放着各种护肤品和化妆品的台子，闪烁着不同光滑的珠宝首饰，半开半掩的衣帽间，随意扔在摇椅上的轻薄衣物和吊带丝袜，镶嵌着金丝的诸多摆设品，一一映入了克莱恩的眼睛。而整个房间内最吸引人眼球的，则是一幅未完工的油画，上面是裸露着身躯的雪伦夫人自己，她鹤发如瀑，棕眸仿佛林中小鹿的眼睛，纯洁水润，但弯眉翘眼，挺鼻娇唇，又勾勒出了成熟女性的妩媚，两者以一种矛盾的姿态被糅合在一起，却散发出惊人的魅惑力。脖子往下，克莱恩只瞄了一眼，没有细瞧，这并不是假正经，他连对方的小物片都看了，还怕什么小黄兔？他的注意力被油画旁边的颜料、盘子、画笔以及一面镀银的全身镜给吸引了。这样的组合，这样的摆放，这样的位置关系，让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那就是这幅油画的作者是雪伦夫人自己，而非他勾搭的某位画家。一个容貌动人、身材出众、又妩媚又纯真的女子，脱光衣物，边照镜子边描绘自己，记录美丽。这样的场景感觉怪怪的。
雪伦夫人未免太自恋了吧？克莱恩无声咕哝了一句，收回目光，开始翻找可能存在的犯罪证据。按照伦纳德和弗莱的教导，他一直戴着黑色手套，每翻找一处都要预先记住原本的样子，以便事后复原。对于一位占卜家来说，这没有丝毫的难度。如果忘记，用梦境占卜的技巧可以轻松回忆起来。当然，今晚出门前，他也是给自己占卜过的，没有危险，相当顺利。这是一位合格神棍该做的事情，哪怕我已经是小丑了。克莱恩自我吐槽了一句。花费近20分钟搜寻完了雪伦夫人的卧室，没找到任何值得关注的事物，也没看到半点灵性光芒。最后，他停在了房间一角的保险柜前。铁灰色的它有1米高，又厚又重，给人异常坚固的感觉，似乎搬来炸药也别想弄开。真有蒸汽时代的特色啊！里面肯定具备极端复杂的机械组合。克莱恩尝试了一下开锁，可耻的遭遇了失败。他将保险柜的事情暂时推到最后，摘掉左手手套，并取下了腕部缠绕的黄水晶吊坠，握住银链，任由灵摆下垂。克莱恩并除掉房间内香味带来的燥热，进入冥想的状态。他眼眸转身，低低自语道：“这个房间有密室或者暗格，这个房间有密室或者暗格。”7遍之后，克莱恩的眼眸颜色恢复正常，目光望向了黄水晶吊坠，看见他在做逆时针的旋转，这表示否定。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离开雪伦夫人的卧室，按照刚才的流程，悄然翻找完了书房、起居室、日晒屋等地方，但都未能发现有用有价值的线索。他之所以不用补账寻物法，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东西。掏出有枝蔓花纹的银质怀表，他按开看了一眼，确认了时间，然后反身走回雪伦夫人的卧室，小心翼翼关上木门。克莱恩拿出一式银笔，喷薄秘密灵性，让它与自然力量结合，封锁了整个房间。他要自己召唤自己，他要用灵体的方式钻入那个厚重的保险柜，检查里面的物品。也不需要懂开锁，克莱恩用中文嘟囔了一句，因为是向自己祈求，所有的流程都可以从简，不需要那么讲究。所以克莱恩拿出一根掺杂了檀香的蜡烛，随手用灵性点燃，就算布置好了祭台。我以我的名义召唤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皱纹声回荡于雪伦夫人的卧室内，克莱恩的灵性涌出，和烛火糅合成了灰白的巴掌大小的光幕。紧接着，他逆走4步，穿透嘶吼，进入了灰雾之上。看了眼古老长桌最上手那张高背椅后面的召唤之门，克莱恩正想回应，忽地怔了一下，反正都进来了，顺便做个占卜，看能否发现什么线索。在这里，除了干扰会被排除，我的能力还是有一定增强的，而且我身体所处的环境，让现在的占卜相当于使用了雪伦夫人随身携带的物品。他坐了下来，在面前具现出羊皮纸和原副钢笔。占卜什么呢？克莱恩陷入了思考。雪伦夫人有问题？不，谁都犯过错，谁都有一定的问题。雪伦夫人涉及犯罪，这个也不够严谨。身为交际名花，混迹政治圈子，牵扯上一些肮脏又无法指证的事情很正常。而且犯罪由什么来定义？鲁恩王国的法律，还是英蒂斯共和国的，或者我的自由新政？念头翻滚间，克莱恩不想耽搁时间，毕竟他的肉身还在现实世界。于是他打算就确认一下之前做过的几次相关占卜。拿起钢笔，无需书写，他面前的羊皮纸上就呈现出一条占卜语句：约翰·梅纳德的死亡存在超凡因素的影响。这是克莱恩去梅纳德议员家帮警方通灵时做过的占卜，当时的答案是否定。握着银链，让黄水晶吊坠只差一点就接触到羊皮纸上的单词，克莱恩半闭住眼睛，默念起占卜语句：约翰·梅纳德的死亡存在超凡因素的影响。约翰·梅纳德的死亡存在超凡因素的影响，足足重复了7遍。他睁开双眼，望向灵摆，瞳孔豁然一缩。黄水晶吊坠在做顺时针的转动，而顺时针的转动表示肯定。梅纳德议员的死亡存在超凡因素的影响。克莱恩凝望着缓缓平复的灵摆，心头翻滚起了巨浪。我当时的占卜被人影响了，干扰了。雪伦夫人是非凡者，相当厉害的非凡者，或者他背后有这样的人物帮忙，共同谋划了梅纳德议员的死亡，为的是除掉这位市长宝座的有力竞争者，为的是除掉新党未来的下院议员。
一个个想法闪过，克莱恩又写下了新的占卜语句：雪伦夫人是非凡者，依旧是默念7遍，依旧是灵摆法。克莱恩借助自身所处的当前环境和雪伦夫人有关的部分资料，完成了占卜，看到了答案。答案就是黄水晶吊坠在顺时针转动，答案就是肯定，雪伦夫人是非凡者。克莱恩心头一紧，没再耽搁，当即响应了自己的召唤，推开了那扇神秘的大门。混乱与眩晕之后，他看到了雪伦夫人的卧室，也看到了自己。克莱恩半漂浮半飞行的来到笨重保险柜前，探出右手，小心翼翼伸了进去。既然雪伦夫人是非凡者，他就必须提防对方在保险柜里布置有陷阱。而这种掺杂了神秘空间、些许力量和自身大部分灵性的灵体状态下，克莱恩无需再占卜，仅是靠近危险就能得到提示。绝大部分占卜的本质都是依靠新灵体遨游灵界来获得启示，简单说就是源于本身灵性。接近透明的手掌穿过厚厚的金属门，克莱恩没察觉到丝毫异常，上下左右都扫了一遍后，他豁然前扑，整个灵体都钻入了保险柜内。他看见里面分为3层，一层摆放着制式的金条、厚厚的钞票和更加贵重的珠宝，一层有许多缺乏封面的文件。克莱恩鼓起腮帮，吹了几下，没能成功翻开，看到里面的内容。等下携带阿兹克先生的铜哨再试一次。克莱恩之前就试验过了，用灵体完全包裹住扬言符咒和阿兹克铜哨的情况下，这2件物品可以随之穿透障碍，似乎变成了半真实半虚幻的存在。保险柜最下面的那层相当诡异，只放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眉清目秀的年轻男子，雪伦夫人以前的恋人。他们被强行拆散，雪伦夫人不得不嫁给了老男爵，于是开始堕落，浪迹于一个又一个男人的床上。但他内心的深处还保留着一片纯洁的土地，每当夜深人静，就会拿出这张照片，流着眼泪摩挲。克莱恩瞬间就脑补出了一部哀婉凄凉的言情大剧，但是他越看越不对劲，因为照片上那个年轻男子似乎、大概、可能和雪伦夫人长得有点像。雪伦夫人的弟弟，他是非凡者。操，他不会也是魔女途经的吧？和教唆者特丽斯一样。克莱恩心头忽然闪过一道灵光，把他自己给吓了一跳。特丽斯之前为什么会逗留于廷根？是因为他有同伴在这里。克莱恩仔细观察照片，愈发觉得那个年轻男子和雪伦夫人颇为相像。他近乎透明的脸庞做出呲牙咧嘴的表情，觉得自己没法再证实之前那个小物骗了。收敛情绪，克莱恩又摸索起保险柜的四周，看是否藏着别的东西。虽然现在的他无法拿起纸张，但穿过物品和穿过空气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同密度的物品之间感觉也不一样。摸索中，克莱恩忽然一怔，他与保险柜靠近墙的那一面摸到了一个空洞，一个夹层。确认没有危险后，克莱恩钻了进去，视线内映照出了油膏、熏香、草药粉末等物品，映照出了一个白骨雕成的神像。这神像巴掌大小，隐约是个漂亮的女子，头发非常长，一直延伸到了脚踝，并且根根清晰，粗壮如同毒蛇。在每根头发的顶端还雕刻着一只眼睛，它们或闭或睁，密密麻麻。克莱恩吓了一跳，闻到了某种邪异的味道，慌忙退出了夹层。他终于明白刚才占卜密室和暗格失败的原因了。